小神不敢隐瞒娘娘，确实如此。但这并非陛下要求，而是小神自作主张，怕陛下历练太过困苦。给他改了。啊？改了？既然是历劫，不吃苦怎么能算历劫？多吃苦也是为了陛下心性历练。水神放心，此事由武一应承担后果。李长寿也是被王母震撼了一把，王母正色道：怎么？看水神面露难色，此事很困难吗？娘娘，生死簿已经定下了。哼，你当武不知那判官笔有何用？更莫说此时玉帝陛下的神魂尚在母胎，并未降世，如何不能改？李长寿只得改口了。此事还是要去问过地府阎君，小神才能回禀娘娘。不必问了，此时天庭无可做主，此事就这般定下。王母继续淡定下令：水神，你需将武神魂转世身的命途安排成玉帝陛下转世身的青梅竹马，与他续一世姻缘，还要彼此从一而终。他凡尘这一生历经千种困苦，无生于富贵，不计贫寒招他为夫婿，而后一同家道中落，归于山野，同穴而眠。哼，既然历劫，那就该有历劫的样子。李长寿和东木公对视了一眼，后者做了一个请的微小动作。一旁的龙吉已经回过神来，看着趴在地上的李长寿，再看看自己的母亲，仿佛明白了一点什么。他小声地问了一句：母亲，孩儿安稳修行。王母目光扫过，龙吉的身子轻轻颤了一下，低头不敢多言。李长寿心底一叹，不由想到了玉帝此前言说这个美好计划时目含星光，满心期待的模样，突然对这位三界至尊天道亲儿子三界总经理充满了同情。3日之后，幽冥地府，李长寿和十殿阎君站在再次被清场的6道轮回盘前，在面前玉盒中引出了一点莹莹亮光，屈指轻弹，将这亮光送入了6道轮回盘中。少顷，三界再次出现种种祥瑞，南赡部洲上空龙凤和鸣，又是道道金光将10位阎君罩住，天道再次降下了一笔功德，只是比此前那笔少了大半。自然也有一道功德金光朝着小琼峰而去，李长寿紧急启动了大阵应对。这功德又是什么由头？李长寿掐指推算，心底满是疑惑不解。这一次已经跟补全天道无关了。罢了，天机难明，我推算实力还不到家，总不可能是道祖老爷觉得这场家庭伦理剧不错，随手赏给导演编剧一点制作经费吧。不过2、3日的功夫，玉帝转世去凡尘历练的消息就在洪荒各处不胫而走，而天庭水神因此事被王母责罚，送入天罚殿批了一顿，也成为了炼器士们的笑谈。三仙岛上，仙灵深处，一处幽静的阁楼木窗被推开，那一道倩影在木窗旁静静立了一阵，待林间微风拂过，它瞬息便没了踪影。至于木窗空荡，回转半声略带挂念的轻叹。王母玉帝下了凡，天庭全神没事儿干，招兵买马冲神位，水幕轮作通明殿。玉帝王母下凡历劫，体察众生疾苦，天庭一应权柄就落在了李长寿与东木公2人手中。这老哥俩正儿八经的商量了一阵，东木公提议2个人轮流在通明殿中坐镇，李长寿一口答应了下来，并主动提出直接以100年为期。东木公神位较高，坐镇前50年，李长寿神位较低，坐镇后50年。顺带一提，有一件小事李长寿忘记告诉东木公，玉帝与王母转世身在生死簿上的寿元
好像是66岁，也就是说东木宫做完前50年，再过16年他们就回来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这般小事木宫应该不会在意的。李长寿也不是单纯的想要偷懒，他还要负责玉帝和王母转世身的安保工作，还要监察妖族动向，提防妖族趁机发难，身兼数职，颇为忙碌啊。除却他与十殿阎君，无人知晓玉帝王母转世去了何处。旁人就算是想要算计王母和玉帝，李长寿只需要出手将玉帝王母惊醒，自可让两位大佬安然无恙。玉帝和王母还可以携手去紫霄宫中找道祖老爷告状，给对方加倍的快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天庭之外还有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，天道老爷降下祥瑞时，分散在整个南州俗世，数不清多少人族、仙朝、王国、部族，无数凡人见证了这些异象。也正因各地出现祥瑞异象，南州各处爆发了战乱，很多野心勃勃、意图走向人生巅峰的凡俗权臣、佣兵将领，被祥瑞激起了各式各样大胆的想法，什么旧王失德，新王当立，什么天出祥瑞，适宜出兵，百般说辞不一而论。南州俗世虽然存在已不短的年岁，人族自上古而来，也已兴起数个元会，但凡人多愚昧，最怕的就是天有异象，外加言语鼓动。于是这般祥瑞的出现，非但没有预示着和平安详，反倒是让地府业务繁忙了数十年。且说回正事。王母的一缕神魂顺利地进入了6道轮回盘后，李长寿与东木宫排好通明殿的班，就赶去安排玉帝陛下和王母娘娘的安保工作。其实就是放了几只指导人远远地守着，也不敢做什么多余之事。若是搞什么阵法、驻扎天兵，岂非此地无银300两？再说了，他对王母和玉帝的戏剧人生也不感兴趣。与其关心玉帝和王母的先生第二春，还不如好好想想，在玉帝得知真相的那一刻，该如何劝慰这个心身受伤的天庭一把手。这狐女怎么又来了？李长寿略微皱眉，看了眼南州某座大城中那2位怀有身孕的贵妇人，心神挪回了小琼峰上。师父的姻缘还真是一件剪不断理还乱的糟心事啊。渡仙门山门前，换了一身浅蓝长裙的狐女正与守门的仙人言说着什么。她今日施了淡淡的妆容，极力地隐去了自身的妖气，散发着难以言喻的清丽灵韵。守门仙人自不能让她随意入内，而是让巡山弟子去小琼峰跑了一趟，问齐元是否要与他相见。齐元老道仔细想了想，带着少许的心事，驾云去了山门之外。师父真就动了心吗？李长寿本不愿去窥探旁人谈天说地、风花雪月，但这实在是太刺激了。是那个纯粹担心师父的安危。那狐女的实力不知为何已经达到了天仙境的中期，这般提升速度也让李长寿颇感惊讶。这资质都快赶上有毒师妹了，他万一要是对师父用强怎么办？我这个做徒弟的当然要守护好师父的清白道躯。且看齐元驾云到了山门处，在几位守门老仙人那善意温和又略带调侃的目光中，低着头出了山门。狐女立刻欠身行礼，带着温柔的笑意开口道：齐元道长。蓝道友。齐元老道做了一个道揖，主动道：咱们去旁处言说吧，此地是山门重地。狐女柔声应着，主动驾云向前，请齐元老道同乘。齐元本就是拙仙，此时也没什么不好意思，大大方方的
站在了狐女身旁，主动间隔4尺有余，花白的眉目间露出了少许思索的神情。狐女脸蛋儿泛着少许红晕，在旁时不时偷偷瞧一眼。李长寿的指导人在地下悠闲地游着，仔细看着这般情形。怎么感觉除却我之外，还有人在注视着此地呢？小兰开口问询：道长，咱们去哪儿？找个风景秀丽之地吧。有些话贫道思前想后，总归是想跟道友说个清楚，不然实在道心不快呀。道长，您可还是觉得小兰跟脚为要？不，并非人与妖跟脚之事。我们人教出身的那位水神大人说的不错，这天地间其实对立的不该是人与妖而是善与恶。说实话，贫道经常有些固执，但收了2个弟子之后，也渐渐把一些事看开了。狐女小兰仔细听着，目中带着几分痴痴念念，将这些话语一字一句记在心底。地下，李长寿闻言也露出了少许笑意，心底浮现出自己最初修道的100年间，在小琼峰上经过的一幕又一幕。师父的脾性转变，那可是我被打了一顿又一顿换来的。不过最初遇到师父时，师父明明不是很懂某段经文，却一本正经授课的模样，确实是让人怀念呢。齐元与狐女驾云到了一处山坡，这里长满了浅白色的灵树，有诸多无害的灵兽灵虫栖息。狐女这一次前来依然做了精心的准备，她一阵忙碌，布置好了矮桌仙坛，摆上了亲手制作的几样点心，拿出了青丘有名的果酒鲜酿，甚至他并拢玉足敷坐的姿势，应该都是经过许多次练习，看起来带着一丝丝刻意，但总体颇有美感。莫非青丘一族有相关的培训课程？屈原老道老老实实地坐在矮桌一旁，不太敢抬头直视，这一次用仙力封住了鼻孔，免得再次出糗。而后一老道一狐女就在这林荫中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谈闲聊。狐女善舞，今日也展示了一场精心准备的舞姿，少了几分妩媚，多了少许空灵清新，明显是为了投齐元所好。不知不觉便是1个时辰过去，能够看得出来，齐元老道比上次2个人单独相处时从容了许多，也淡定了许多，目中始终带着几分思索，并未再次陷入这般美色。这也跟狐女小兰今日故意压制了自己的魅惑属性有关。一曲舞罢，狐女步履轻盈地走回矮桌，正要切声言语，齐元老道也似是下定了决心，抬头开口：道长，道友，道长您先说吧。道友先坐。齐元露出些许微笑，这微笑就如同他在山门中面对别峰峰主时的表情，无论想要表现得多么的自然，总会流露出几分拘谨。小兰理了一下耳旁的一缕秀发，柔声道：道长，您可又是要劝我？道长您为何？见小兰有些着急想分说，齐元忙道：道友莫急，上次你我也算结交成了好友，所以今日贫道才想着对道友言说这些。道友，贫道今日想说2件事，这2件事其一便是贫道乃拙仙，仙路自此也就到了尽头，若非贫道的弟子一直在劝说，贫道早已去经历轮回，转世重修了。
小兰轻咬下唇，有深情款款地说道：地仙也好，天仙也罢，生灵本来就是来天地间走一走，小兰愿意为道长服侍余生。道友，先莫说这般话，让人听去误会了什么。这第二件事，道长您说就是。地下，李长寿平眉轻笑，已知师傅要说什么。天边不知从哪儿来了几朵云，淅淅沥沥的小雨落下，林间各处响起沙沙的清响。七元老道面露正色，目中带着12分的认真，凝视着小兰那双浅褐色的眸子，闻声道：道友其实一直认错了人。小兰不由愣住了，七元像是卸下了一副重重的担子，缓缓呼了一口气。唉，果真说出来会痛快许多。道友，你被困在地下时，去见你的并非贫道，而是用了贫道外形的一位高人。这位高人不想被人所知，所以才会借用贫道这般不太四处走动的谪仙样貌。当然这也是贫道允许过的。道友脱困前来我小琼峰上时，那位高人觉得为贫道引来了麻烦，故以贫道的模样现身相激，以期让道友你断了这份念想。唉，不曾想道友，事情就是这般。你所要找的并非是贫道，而是那个顶着贫道样貌之人呐。